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一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李克强积极评价默克尔大力推动中德乃至中欧关系发展，欢迎默克尔卸任后常来中国走走。默克尔表示，他相信德国新一届政府会继续重视对华关系。外界注意到，这是不到1周时间内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第2次与中国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外界认为，默克尔的告别外交以中国作为压轴，凸显中德关系的重要性。李克强积极评价默克尔大力推动德国和欧洲对华务实合作和各领域友好交往，并表示中德都致力于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扩大双方共同利益。经过共同努力，中德合作已稳步走在中欧合作前列。中方期待德国新政府延续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巩固中德关系合作主基调，继续用好政府磋商等双边对话交流机制，做大做强合作基本盘。李克强欢迎默克尔卸任之后常来中国走走，继续关心支持中德中欧关系发展。默克尔表示，德中10多年来保持密切交流，相互理解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日益扩大，中国的发展充满活力。德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务实合作，相信德方新一届政府会继续重视对华关系，希望双方以明年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外界注意到，默克尔上周3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上周5，德国总理府又提前4天预告将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线上告别会谈的消息。这样的高规格告别安排非常特别，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凸显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视，以及对行将卸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本人的高度评价。如果没有疫情的话，确信这个默克尔呢会访华，这也是他的作为总理的最后一次访华，也是他的一个告别之旅啊。但是因为疫情呢做了这一种安排，这种安排呢就是说也体现了这个中德双方对彼此关系的一个重视。习近平在上周的视频会晤中称默克尔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德国《南德意志报》评论称，在中国的语境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是一个口语化的术语，而是一个荣誉的代称。该报统计显示，迄今为止只有约600人获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称呼。事实上，默克尔绝对担得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荣誉。在他16年的总理生涯中，12次访问中国，仅次于俄罗斯总统普京。默克尔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到访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广州、天津、成都、合肥、杭州、沈阳、深圳和武汉12城。2015年，他曾到访李克强的家乡安徽省合肥市，这是李克强首次邀请外国领导人到自己的故乡访问。2018年，他到访深圳时，参观位于深圳高新技术园区的西门子深圳磁共振有限公司，这是中德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缩影。深圳卫视整理公开资料发现，默克尔曾在访华行程中多次提出私人定制，中方也一一满足。2007年访问南京时，曾冒雨夜游明城墙台城，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雄浑。2014年在成都期间，还在菜市场自己掏钱购买了郫县豆瓣等，并跟川菜厨师学炒宫保鸡丁。2019年，默克尔的车队途经武汉长江大桥时，他要求停车远眺长江波光，并主动邀请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德国《世界日报》当时报道称，这是严谨的默克尔多年从政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偏离外交礼宾的特殊安排，而中方立即予以满足。作为默克尔的智库之一，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亚洲部主任施蒂芬·弗里德里希博士指出，默克尔没有西方政界的意识形态偏见，坚持认真对待对华关系，不把外交作为内政的甩锅对象。弗里德里希博士认为，默克尔是物理学家出身，非常的开诚布公，不回避问题，但他同样清晰地表达了想与中国做真心朋友的姿态。历史也证明，默克尔政府与中国有真友谊，做到了可持续发展。一组数字很能说明经贸对中德关系的重要性。2020年，中德经贸总额超过1.67万亿元人民币，是默克尔上任时2005年的约4倍。中国德国商会今年2月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0-21显示，77%的受访者预计他们在中国的表现将优于其他市场。6年前，中欧班列每日仅有2趟列车前往欧洲，但迄今为止，有超过50座中国城市与德国通过中欧班列相连接。这说明的就是说，即使这个政治制的不同文化
历史啊各方面都不同，但是两个国家呢仍然能够呢有一种非常友好的合作的务实的关系啊。我想呢，这对于这个其他大国来说的话，也是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启示作用。目前，德国的红绿灯政府正在筹备中。所谓红绿灯，指的是以红色为标志的社会民主党、以黄色为标志的自由民主党以及绿党。上周五，3党达成初步组阁协议，这意味着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舒尔茨向接替默克尔担任总理迈出了一大步。舒尔茨曾担任汉堡市长，2015年就曾率团访问北京和上海。2017年，习近平访问汉堡时曾与他会见。舒尔茨曾强调将延续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反对任何与中国的脱钩幻想。值得注意的是，红绿灯政府中的自由民主党和绿党都曾提出过对华不甚友好的言论，但绿党议会党团外交事务发言人冯克拉蒙前不久高调赞扬中国“14·5”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外界认为这是绿党释放出的对华合作的强烈信号。路透社指出，自民党虽然嘴硬，但本质上是一个靠重商主义崛起的政党，这奠定了未来红绿灯政府执政的基调。自民党和这个绿党呢，长期作为在野党，对华的这个负面表态比较多啊。这个在德国来说呢，或者在欧洲国家来说呢，也并不是罕见的事儿。但是这个两个党呢，马上要这个进入政府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我想呢。作为这个德国政府过去呢一直是比较稳健预期性呢也比较强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未来的德国政府呢也会执行一个务实的对华政策。对于自民党和绿党在竞选中表现出来的追随美国的倾向，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提醒，拜登政府近期的重点外交无一例外都撇开了欧盟，无论是阿富汗撤军、美日澳印4国安全机制，还是美英澳 AUKUS 同盟，这给下届德国政府是巨大的警醒。美国的盟友面临着随时被抛弃的风险。此外，德国媒体还披露了默克尔的退休生活计划。她的丈夫72岁的量子化学家绍尔此前与德国洪堡大学续约，以退休教授的身份担任高级研究员，聘用期还有2年结束。因此，外界估计默克尔卸任初期将不会返回她在勃兰登堡的旧居，而是继续留在柏林。他直言，从16年来的繁重公务中突然抽离，一定会若有所失，因此卸任后会休息一段时间。在退休金方面，按照1953年德国联邦部长法，他同时享有总理、部长和联邦议员的退休权益，每月养老金约合人民币11.2万。此外，还将终身获得德国联邦政府提供的个人安保和配备司机的车辆。在德国联邦议院内，还将保留他一个办公室，配备1名办公室主任、2名秘书和1名撰稿人。其实不光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感谢默克尔，德国人以及欧洲人也对默克尔的离任感到非常惋惜。那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其实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欧盟内部，默克尔都远远没有受到所有人一致的欢迎。反对他的人大有人在，很多主张激进路线，尤其是极左与极右人士并不喜欢他。相当多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分子经常攻击他。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默克尔不仅坚持走的是一条不左不右、理性务实的中间路线，而且他个人表面上看上去并不张扬，但却是性格沉稳、冷静执着，自己认定的事情一定会坚持到底。无论外界如何批评，甚至是抨击他。然而，恰恰就是这样一条政治路线与这样一种政治性格，不仅成就了默克尔，而且也成就了德国。在默克尔上台前的1998到2005年间，德国的经济成长率大约只有1.2%，失业率却一直维持在10%的高位，甚至一度被人称为欧洲病夫。在默克尔执政的16年间，德国经济不仅重新恢复了强劲而稳定的增长，甚至一度成为了整个欧盟乃至世界的超级经济明星。而默克尔领导的德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还确立了德国在欧盟的龙头领导地位。过去10多年，欧盟可谓是遭遇了无数的劫难，包括欧洲债务危机、中东北非难民危机、希腊金融动荡危机、英国脱欧危机、
俄罗斯与乌克兰军事冲突危机，以及新冠疫情危机等等，都是因为有了默克尔的领导下的德国这个定海神针，最终才得以转危为安，避过了走向裂解的命运。除此之外，默克尔还有一件事情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骨头超级硬，敢于顶撞，甚至是跟超级强权美国对着干。在面对特朗普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的时候，他都敢于说不。这在所有西方国家中可谓是绝无仅有的特例。那您认为默克尔离任之后的中德关系以及中欧关系又将走向何方呢？我认为默克尔执政的主要特点与风格就是对德国与欧盟不张扬，但却是异常强势的领导。这样一种风格与特点，确保了默克尔能够强行主导德国政局，以及确保了德国能够左右欧盟外交的主基调与大方向。这就是过去16年来中德与中欧关系能够平稳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样一种格局即将随着默克尔的离任以及刚刚结束的这次德国大选而发生改变。我们知道，在刚刚结束的德国大选中，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得票率虽然领先于中右的联盟党，但是这次选举也暴露出了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即主要党派的得票率均未超过30%。这不仅意味着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将不得不跟其他小党分享权力，组成联合政府，而且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德国将不再有强势的政党能够主导政局，也将很难再出现像默克尔这样的政治强人。而德国政治权力的分散化与中央权力的弱化，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执政者将不得不受到国内极左与极右两股丝绸的制约。默克尔所主张的对华友好路线将会受到极大的干扰与掣肘，同时也意味着德国有可能不会再成为欧盟内政与外交政策的定海神针，无法再强势主导欧盟的内政与外交政策走向，而是会被迫跟着欧盟的内政与外交在走。作为另外一驾马车的法国，又因为自身的经济实力比不上德国，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虽然有领导欧盟的意愿，但却没有默克尔那样的能力与威望，那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欧盟将会失去主心骨，甚至是陷入一盘散沙状态。尤其是这样的欧盟，未来还将面临着2重重大的挑战：一是欧盟内部的极右势力冒起，他们主张将意识形态问题凌驾于一切之上，尤其是将政治凌驾于经济政策之上。二是美国的拜登政府正在施压，要求欧盟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少了默克尔与德国这个主心骨的欧盟，能否顶得住这2重压力，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